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萝卜，在我旁边的是宋亚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FC 运动员宋亚东。大家如果不知道，你们可以看我之前在我频道的这个视频啊，就我跟他刚拍了一些实战，然后他教我去练了一些拳击，还包括一些柔术的一些技巧，然后非常非常受用。然后现在呢，也邀请他坐下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有些问题是替你们来问的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 MMA？因为在大部分的观众在我这里啊，都是可能了解健身更多的，你们就简单的话让大家了解。MMA 嘛，就是英文它就是 Mixed Martial Art，就是综合格斗嘛，综合武术，就是说所有的格斗都就是组成的一个格斗技巧，就包括拳击、泰拳、摔跤、巴西柔术、什么跆拳道、karate 这种，都可以就在 MMA 里面运用。所以我们这个比赛的规则就是 MMA 的规则。就是非常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融入进去了。没错，就是你摔倒地也可以用摔跤啊、巴西柔术，然后你站立你可以用泰拳，你可以用拳击，都可以，就是没有说特别限制。对，但是我们有很多就是不可以击打的位置，比如后脑啊、脊椎，还有就是眼睛对，没错，还有裆部对，这个我记得。OK， 接下来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让大家看似比较危险的这项运动呢？这看似危险，但其实它不危险。就是如果那么危险，我可能现在也没有机会跟你在这啊，就是聊天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运动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是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大概11、12岁的时候，因为我之前也练过武术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我之前练武术的目的也是想去怎么能够打比赛，就是跟人打架打赢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武术它打不了人。然后就后来练了散打嘛，练散打 Kickboxing 这种，我感觉也没啥意思。然后后来我看到 UFC， 我觉得怎么倒地还能打？然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，什么还有锁，还有什么飞身十字固这些，我说这是我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东西，所以我感觉非常有兴趣想去学，然后就接触这个东西。然后后来我感觉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追求的一种格斗技术，所以我就一直练。然后最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我的职业，把我的爱好变成了我的职业。对，那这是最好的，那就是兴趣所在。没错，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你体会了，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因为很多人从表面看，他会自己有一个片面的认知，所以你自己去接触这个东西，你会发现其中的乐趣。对，那你会鼓励更多人参与在这项运动里面吗？对，我非常鼓励，尤其是小孩儿，他可以就是从小去练，因为之前有很多在网上有发一些很多就是在学校霸凌嘛，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于小孩来说，他可以防身，也可以强身健体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对于成人来说，也可以有机会，如果你练好了，你也可以参加比赛，然后平时的话，你也可以强身健体，防身自卫，对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就是强身健体是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最重要的。然后你慢慢就像健身一样子，没必要最开始就选择打比赛。对，像我这样子已经是相对来说偏竞技了，就比较累，确实是。但是对于大众来说，如果选择普通的就是健身健美，或者说选择像他一样子的，你去练一些比如说像格斗一些技巧，我觉得只有好处，没有任何坏处。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美国，以及为什么留在这里？我是17年出来的美国，然后到现在已经5年了。他们这边就比较专业，所以我那时候来，我就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就是在国内学不到的。因为我想走得更高的话，我觉得我一定要留在这里训练。就是事实也证明了，我觉得留在这里训练是对的。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，就是打开自己的认知，就不要认为自己围绕在自己身边是最牛逼的。是的，对。永远会有更厉害的高手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来美国去训练找教练。你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要接受别人更先进的一些理念或者说技术，然后采纳了以后，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了。没错。对。你认为就是运动员精神是什么，或者说 MMA 运动员精神是什么？家里人支持你吗？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坚韧不拔，永不放弃，这就是运动员的精神。
我在练格斗这个路上遇到太多的人了，就是包括我的队友啊，都是一样的梦想，我都想去打 MMA， 都想去打 UFC， 但是他们可能遇到一些困难，比如减体重啊、受伤啊、失败啊，他们就会自我怀疑。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充满一种就是期望，我就不要总是打击自己，就是不要因为现在的这些挫折，然后对未来，然后你就可能就停下你目前进步的一个步伐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觉得运动员精神应该是这个，而不是说永远争第一。因为其实第一就那一个人。然后我觉得更重要是挑战第一，或者说进步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吸引就是大家的。那我想问你，那你家里人支持你吗？因为我家里人他不是搞格斗的嘛，他们对这个也不了解，只有我懂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肯定在他们认知里面觉得这个就是暴力。但是后来我也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然后让他们证明给他们看，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，它不是说就是只是打架这种。其实让他明白这个份职业，然后对，先是训练，主要侧重于哪方面？我现在训练的话，就是因为每一场比赛对手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一次比赛我都针对对手来去训练，然后也针对对手去增加自己的就是短板。然后饮食的话，就是平时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是正常吃嘛，肯定就不能吃那些垃圾食品，然后就是控制一下。但是备战的时候，我一般都是自己做，就是一些可能跟你们健身减脂差不多，吃的就是一些西兰花啊、牛肉啊这种，就是低油低碳这种。对，那你备赛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减体重，就减体重。减体重。对，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是减体脂，对你们来说可能更多是减体重，因为你们是有这个每重量这个。对，我们要达那个标，就是0.1都不行，所以就是这个很严格。像我们前期也是减脂，然后后期的话可能更多喝的都是水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无所谓什么体型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就是更多的是要达到那个标准就可以了。达标准，然后我记得你跟我吃饭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你有一次减了大概前一天晚上加第二天早上大概减了10磅左右，对吧？还有更多吗？对，就是10磅。然后因为我是头一天晚上训练嘛，减掉了4磅，然后第二天我起来还剩4磅，然后我要减，然后就是减超了2磅，然后一共减就是6磅，然后加起来就是10磅。你就差不多可以说在多久之内？16小时，不到24小时肯定是。大概10个小时。10个小时，就大概10个小时减了10磅，你兄弟们其实是最难的地方。我快死了，我觉得最后减的就已经死掉了。对，他也跟我说，很多运动员就是因为这个减体重，然后导致后来就放弃比赛了。你输在这个比赛的这个八角笼里面，你也不能输在这个自己身上。对，因为这么多年打比赛，我觉得就是可能自己建立一种自尊心吧，就是减体重减不下来挺丢人的，在我们这行业里面，因为你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，你怎么去打比赛？对，所以就，就是咬牙，我觉得今天我也死在这个澡缸子里。这个跟我们比赛是一样的，就我们可能不会说你输了我们会瞧不起你，我们可能会瞧不起你，就类似于没错，你没有减干，然后你站在舞台上，我们会觉得你没有不尊重这项运动。对，所以很多东西是比较类似的。那第6个问题，就这项运动你认为更需要基因还是更需要努力？其实努力它可以让你就是说赢得比赛，但是天赋我觉得可以让你成为冠军。OK， 这个总结的非常好，就是你要成为最顶尖的顶尖，那些有天赋的运动员其实都很努力，对吧？就看到你们一些熟悉的那些包括怼炮，他们其实训练很努力的，但绝对不是说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玩。没有，不可能的，他们绝对是训练是非常刻苦的，所以就是这项运动目前就是它的发展前途是怎么样子？对，我觉得这项运动，现在尤其在中国，我觉得发展已经非常快了，尤其是像张伟丽已经拿了冠军，第一个中国人拿冠军，然后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知道他，在大街上已经认识到他，然后也知道什么是 UFC 了，因为之前跟大家说什么 UFC，他们都根本不懂。所以像我们之后的话，如果有更多的 UFC 选手拿到冠军，或者是打进排名，成为明星选手的话，我觉得这项运动会更普遍，对，而且就更有发展的空间。对，所以大家都知道张伟丽，我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比健美好太多了，就是说它对，其实对运动员这项赛事的这个整个的包装是远远强于健美的，目前强于很多运动。
所以我自己也非常看好 UFC 的这个发展。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运动员的收入，这是很多人很在意的，就是关于钱的话题。我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说啊，就关于这个其实都公开透明的。打 UFC 嘛，大家可能都觉得就是挣很多钱，因为是你像嘴炮那样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可能就是能拿那么多钱的只是那么几个人，真的就几个人。然后像我们一般的话，刚打 UFC 的，大家都知道，都是1万加1万，1万美金加1万美金。然后通过你不断的努力打，就是赢得比赛，然后他会逐渐给你加。但是你像一般都是签4场合同，要前几场的话，他不会给你加很多，都会加可能3、4千这种。然后之后啊，你再签合同，你就可以跟他聊了。你就比如我赢得4场比赛，那我再签，你要给我多少钱，啊，你就可以跟他商量这样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不会像那些明星选手，可能一场比赛几百万、几千万美金，像我们可能就是几万美金这样加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是这项运动里面，因为它很看重商业价值，是不是你的一些出场费是不光是跟你的比赛成绩有关系，还是跟你的一些比如说社交媒体影响力之类的？对，这是很有关系的，因为这也是你谈判的资本，你有这个影响力，你就可以跟他聊更多的钱。对，所以在实力的基础上，在比赛成绩基础上，增加一些自己的个人影响力，然后你会有更好的一个收入。对，所以大家就不要再说，其实运动员为什么运动员就是也会做社交媒体了？这个其实都很，你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帮我们做社交媒体。我也喜欢做社交媒体，然后你也是，这是为什么我会拍一些好玩的视频，也是希望通过这些视频能够让大家更知道这些运动，也知道它这提高个人的一些影响力。第8个问题就是你之后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我下一场比赛就是3月份嘛，3月12号，然后打前10的选手。这也是我去年说的，就是我明年目标，小目标吧，先打到前10，就看自己发展。如果发展好，有可能打前5，然后争取可能明后年有机会去挑战冠军。对，这一样，就是我觉得作为运动员，都需要给自己职业做一个很清晰的规划和目标。如果没有规划，就打一场算一场的话，我觉得也很难去站到一个很高的舞台。那接下来问题就比较轻松了，就大家很好奇，像你这样子的格斗选手，平时的除了训练以外，其他生活什么样子？你有没有其他爱好？我像喜欢滑雪，然后之前喜欢旅游，到处玩儿，但是现在这疫情也哪儿也去不了，就是爱好没有比较窄，就是没有太多，就是自己你像我们一周练6天，周日休息，在家躺着是最好的休息，你再出去玩儿更累，然后周一你就开始练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别的东西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就很多时候我其实是为了拍视频，我为了让你们看到，所以我去忙东忙西的去。其实，但如果回归到我自己平时的备赛，或者管理公司，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休息时间的。对，没错。这个其实你想做好每件事情都需要花很多的精力，很多人花精力都不一定能做好。是，如果你想把它做好，就要专注。最后一个就是。跟喜欢健身的小伙伴和喜欢格斗小伙伴就是说2句话，然后还有就是你觉得健身跟格斗有没有什么就是相似的地方，或者说不同的地方？说啥呢？我觉得就大家可能不要对健身和格斗运动员有刻板印象吧，就是不要觉得他健身他不会打拳，不要他觉得他打拳他就很暴力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而且你们要就是勇于去尝试新鲜的东西、新鲜的事物。对，你尝试之后，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你觉得健美跟格斗这个东西有没有相似或不同？就是有没有相似的东西吧？肯定也是不同嘛，有没有相似的东西？相似的东西，我觉得可能都是个运动。对，可能都是需要有运动员精神嘛。我觉得，就你想做好的话，可能都是，就是精神上很相似。对吧？但就是完全是2种的职业。对，在训练方面不一样。训练方面很不一样。对，你们练力量跟我们去练力量也不太一样。我们更多的是就是展示自己身材，而不是说展示自己多少力量。你们更多是，你们其实力量也没有特别在意，你们更主要是技巧、技术专项的这种训练。我们力量主要是辅助，最重要还是就是技术训练，技术和就是可能对于肌肉来说更多是耐力，对，耐力的训练，没有说形状啊，还有就是快头大小，对。
所以我刚刚听到他讲很好，就是说不要留下刻板的一些印象，对于一项运动也好，然后对于就是这类人群也好，我觉得，不是说你是一个格斗运动员，你就其他东西做不好，或者说你就是像我们运动员，就是他们觉得就头脑很简单，然后四肢发达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你做好每一项运动都是需要去花心思，都需要去动脑的。然后我们也会利用好，就是在这项运动学到的东西，包括未来去做其他的事情，就包括你退役以后也会做其他事情。是的，对，所以这项运动，我觉得，如果你能成为运动员，你会感受到就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魅力的。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也欢迎亚东，然后之后有机会来我的健身房加我房做客。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这个拳台，或者说可以让你去训练的地方。可以。好，非常感谢，欢迎谢谢你以后来加我房。OK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